好，我们刚刚讲了美中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现在有可能真的就跟拜登讲的一样，融冰了。好，原因是因为布林肯到底会不会去中国呢？现在看到啊，他们有越来越多的高级官员来到了这个中方，大家就说是不是在为他做准备，在铺路？那双方官员都在讲啦，有可能就在这个月晚些时候会访问北京。好，大家直接问到中方，汪文斌的讲法，外交部这边讲法是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那但是双方都没有否认。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会让大家觉得说比较明确一些的？那来要干嘛呢？现在学者就在开始思考，他来干嘛？好，美国有没有可能其实来只是想要对北京摸底？这位南京大学学者朱峰他就讲了，他觉得来互动交往不是真的像拜登讲那样融冰，不是真的降温，只是他调整姿态而已。因为你看看他那一些关税啦，那一些科技的打压啦，并没有改变啊，所以他觉得不是真的融冰。好，北京大学学者王友则认为了，说基本上来了就是一种政治象征，但是目的就是要来摸我们的底。环球时报中方这边他们的评论则是说，不管他来或不来都好，你该补的课就是要补。什么意思？就是中方已经讲得很明确了，没有看到你的诚意之前呢，他们可能会先晾一晾美国人，这个是大家普遍的想法。然后呢，基本上能不能缓和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取决于你跟中方接触的时候的诚意，到底你们有没有落实当时拜登还有习近平两位元首他们所谈下来的这一些共识。因为呢，必须要知道美中之间他们的互动、他们的交往、他们的关系是会影响到整个全球的格局变化。那当然，你也会发现，其实他们也不是各自都有战略在进行的。像是布林肯这2天呢，基本上他就是去了沙烏地阿拉伯，结果大家就开始在讲，是不是其实去到那边没有被奉为上宾。好，为什么会这样说？原因是因为他来到沙烏地阿拉伯，大家发现了，怎么这个沙国王储好像一直在跟他的死对头，或者是在做一些让他不是这么开心的事情，包括了，他来之前他去见了什么委内瑞拉，要邀请委内瑞拉领导人来，然后呢，来的当天干嘛？开伊朗驻沙大使馆重新开张，大家都在报这个新闻。然后呢，之后下飞机的时候发现，怎么没有红毯？好，甚至呢，双方在见面的时候，后面没有国旗，然后发现王储穿的是凉鞋。当然你会说，看那么细有差吗？外交场合其实差一些，可能会差很多因为当时他在见习近平的时候是有国旗的，然后呢是穿皮鞋的。你会说，领导人嘛，这个位阶不一样。那带你来看到这个当时呢，这个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来的时候，他后面其实也是有国旗的所以大家就在讲，到底他是不是有刻意的在很多层面降低他的一个位阶，想要给他穿小鞋，有没有这样一个可能性呢？但是双方的谈话，美国官员是直接讲了坦率的对话，沙国声明呢则是相对的冷淡一点啦，就说对了，有见面啦，就这么一件事情。好，真的是这样吗？还是他有要事要忙？现在中沙双方在忙的是这个第10届的阿中工商大会。好，基本上呢，今年的会议就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你会问为什么当然就疫后经济嘛，大家都希望能够刺激一下经济复苏。那跟美国这一边呢，布林肯都来了，是不是有更多的往来，更多的商业合作？这个报纸半岛电视台他们的讲法是说了，基本上啦，现在就是再见美国，你好中国。因为他们说在当地呢，基本上是已经有80%的人认为美国基本上就是中东最大的乱源，脱钩是必然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之后的中东政策角色会是什么呢？他们现在又再次强调，不会让中东真空，但有办法吗？另一件事情则是在欧洲大家都很在意的乌克兰的大水坝，现在正式的被摧毁之后，也造成了赫尔松这里淹大水。目前一个最新的数字是联合国的统计数字，说大概有42000人失去了家园。那俄乌双方都还没有释出伤亡数字，但是彼此都在互相指责，你就是元凶。这场灾难对于很多当地的平民来说是另一个更大的灾难，甚至有人形容比车诺比核灾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灾难。那当然必须要好好的究责，必须要厘清原因，怎么会发生的？问白宫，白宫说现在还不知道是谁下的毒手，但是他讲
我们看到了俄罗斯应该负责任的报道，我们也在评估现在也在跟乌克兰合力收集更多资讯。但是说真的，我们还没办法确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就开始来讲，这个态度不太对。因为上一次北溪事件的时候，不是马上就跳出来说俄罗斯可能是凶手吗？这一次为什么相对的好像有些反常，开始有很多的推敲，很多的阴谋论推算？好，原因是因为他们说了，当初在打叙利亚反恐的时候，打 IS 的时候，不是水坝2017年他也照打不误吗？那由此前科，会让大家就有更多想象，更多讨论。回过头来请教介大使，您怎么样来看？好像美中双方说有可能是在帮布林肯访华做准备了。布林肯我觉得会被晾一阵子因为布林肯他在做国务卿的时候，那时候秦刚是中国驻美大使布林肯事实上有违外交惯例，从头到尾没有跟秦刚见一面。那个其实对一个像这个，美国常常讲说是美中是2个世界大国，对另一个大国的这个大使是非常不友善的态度了。我想他现在秦刚问题就是秦刚现在回去做中国的这个外交部长那我想这个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一种礼尚往来。所以你看，今天王毅已经跟苏利文见面了，然后呢，这个苏利文布林肯的下面的有关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那康达也已经到了北京了跟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外交部美大司司长举行会谈，他的对口举行会谈。那所以就是说，可能布林肯这个案子可能会再放一下，不会，这是一种外交上的所谓的一种不是报复，而是一种对等性的安排。那所以我觉得布林肯他如果说要怪别人的话，那他怪他自己为什么当时做对秦刚做出有违外交惯例的外交礼仪的行为啦。那当然啦，中国大陆现在基本上对美国是已经采取强势了，这个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不但在这个外交，在这个贸易上面都采取这个强势。比如说布林肯要进中国大陆就是不见，那就是不回应。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包括 Racing 跟这个 Rocky Martin， 再加上最近的这个美光都相继受到中国大陆的这种相应的制裁。那这些都是中国大陆已经开始对美国强硬的。那军事上更不要说了，这次 Austin 美国国防部长要跟这个李尚福见面那么双方都已经坐在同一个会议桌了，就是不见了，而且在之前的话，中国大陆不管是这个歼16这个驱离这个美国的 RC-135侦察机的做法，还有中国大陆的这个054D 的这个军舰在美国的军舰在台湾海峡军舰前横插过去这些都是基本上是对美国的这些接近中国领空领土的这些美国的军机或者军舰的一种强势驱离行为，而且都是高调的。那所以基本上中国大陆对美国已经采取强势了。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说看美国怎么打这个球了。是。不过美国对中国大陆策略，我想基本上是两手的就是动作上不断的出击，进攻。可是呢，口头上又说我是和平，我是竞争。所以他这个2个调子他一起走，所以他就一定要，不管是拜登也好，不管是布林肯也好，不管是 Austin 也好。不管是谁好，都说我们要沟通，我要去见你，可是问题就是说一个巴掌拍不响，现在中国大陆不跟他配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将来的未来的几个月美中关系还是会在紧张的状态之下，不像外界一直讲说这个已经警报解除了，我觉得还为时过早。是好，所以大使的保留态度，您怎么看？在上一次习近平主席跟拜登总统2个人视讯通话之前，有媒体就释出这个消息，然后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讲说，我们没有进一步消息可以提供，目前也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那可是隔了一段时间，好像几个礼拜以后，他们2个就正式的视讯会议。汪文斌今天讲说，
布林肯要访问中国，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跟上次一模一样。那也没有否认这个消息的可能性。所以表示说他们在安排中啊。那安排中呢，当然不只是安排行程，还安排议题。也就是说，以前我们读孟子有个故事啊，孟子是见一个诸侯王，诸侯问他说：“你来对我有什么好处？”然后孟子说：“我来是为了我讲我的意识形态，讲义啊。”一样呢，布林肯你来要干什么？那布林肯一定会带一个账单就交换条件的一个账单，来跟中国大陆谈这个我们哪些东西要交换，一定有东西需要交换。我做什么，麻烦你配合什么，你退什么，我退什么。这个东西外交官介大使很清楚，这种谈判条件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所以这个也不能叫做大陆学者讲说摸底，不是在摸底，现在只是在准备谈条件来交换。这个你要不要撤掉对我的李尚福国防部长的制裁啊？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啊？你不要跟俄罗斯走得太近啊，对不对？干嘛干嘛？这一定是一连串的账单的，谈起来应该也不止8个小时吧？所以应该已经在紧锣密鼓在进行了哈。那接着当然中国方面觉得说，以前跟你见面谈的你都不算数啊，你这一次如何保证你下一次就算数了？谈好了照做，因为现在中国的立场是说，我以前答应你那么多，你都没有照做，所以这个问题是有点的复杂。至于这个沙特阿拉伯这王储本来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他跟拜登政府就是合不来啊，拜登政府就骂他是贱民，他当然耿耿于怀。他的身份不只是王储，他还是沙特阿拉伯的总理耶。对，所以这么一个未来的国王被你说贱民，你要怎么收回去？所以呢，他偶尔来点新血来潮，穿个拖鞋来见你不挂你国旗我觉得是刚刚好而已尤其是对布林肯跟拜登走得这么近的人他会有这种反应我觉得是正常的那乌克兰的卡尔夫卡水坝炸了最耐人寻味的是说，乌克兰当然会讲说俄罗斯干的，俄罗斯当然讲的乌克兰干的。白宫的态度说我不知道谁干的。哇，这个让我傻眼，为什么？因为北约的侦察机、各种侦察设备整天都盯着赫尔松附近，然后要么是你美国的情报收集能力突然间有问题了吗？还是你美国故意装疯卖傻，装作不知道？可能你知道是谁，那怎么可能这个时候你发言在这里讲说？I don't know 这个是，我是觉得他在隐藏些什么东西，这个是不想讲白，有点像德国人家问他说北溪谁炸了，他也说我不知道所以我是觉得太敏感的话题一定有鬼是，来请教一下将军。对，美中像布林肯这次计划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我认为这个效果是非常有限，因为美中的多领域竞争的结构是没办法变的。这个是个长期的趋势，你要变成结构，那不是短暂的，它就有点长期。比如说在经济这一方面，那个美国去年的贸易赤字1.1兆美元，它就是赤字。那中国大陆是顺差，它就是顺差嘛，卖得多嘛，赚钱赚进来嘛，变成这样。那换句话说，有很多方面是相互在竞争，有这方面的竞争。金融战也是一样，中国大陆现在提到要去美元化。那刚好就是打到美国的痛处去美元化，那这样子，那美国美元的优势、美元的霸权就会受影响，就要动摇因为中国大陆毕竟它经济起来了嘛，它在这个金融这上面它具有这方面的影响力了。你还包括科技战，还包括太空战中共的天宫这个太空站在那边现在在运作，也很成熟了。将来太空争霸，那又干嘛？抢到谁的地盘？抢到美国的地盘了嘛？现在正在运作了嘛？而且运作很成熟，这个梦天实验舱也上去，问天实验舱也上去，都在那边做实验了。那换句话说，当然采购美国痛处了。大家它是一种竞争的形态，不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形态，变成这个状况。好，美国有 G7， 有先进工业国家的这方面组织，中共有金砖5国，美国。他跟这个 G7， 美国的 G7 跟中国大陆金砖5国，就包含中国大陆、俄罗斯、印度，包含南非，包含巴西，也成立这个。它金砖5国要金砖货币将来取代美元，变成这个样子。那也扯到这个金融战去了。刚才讲到贸易战，又讲到经济战，现在扯到金融战。不要忘了地缘政治。地缘政治，美国你看，美国在这个南海、在台海、在东海，甚至在东北亚都有这方面的军事上的演习。包含美日美韩，包含美国跟菲律宾的肩并肩，还有这个雷霆对抗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军事演习，就是地缘政治争霸。
那换句话说，也是跟中国大陆就在中国家门口，所以才会有这气球事件，也才会有中共的歼16去拦截美国的 RC-135长程的电子侦察机，也有这个军舰，这个中共的苏州号军舰去拦截美国的这个中云号的神盾级的飞弹驱逐舰，还有加拿大的蒙特瑞尔的这个飞弹护卫舰，是这个样子。这个地缘政治，这是地缘军事，这方面也是较劲，而且冷对抗变成热对抗，是，那不然这个动作不会那么强势。我发现有冷对抗变成热对抗，那会不会有擦枪走火？我认为不要，这有待观察哦，不能完全排除因为这个状况，所以布林肯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能不能短暂时间就冰释了？这我们讲的相见泯恩仇了，没有那么快，因为结构性的对抗不是一时两刻，这是长时间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没有那么容易解决，我认为都值得观察。好，结构性的问题，所以是在方方面面各种领域。等到广告回来，我们再持续了解更多国际信息。好，刚刚将军讲到了科技战、军事战这一件新闻啊，在中东这边很多人在讨论啊，伊朗，哎呦，怎么那么厉害？现在说呢，他们国产造出了一个高超音速飞弹，这个极音速呢是可以来到了15马赫。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再先进的，目前最先进的飞弹拦运系统好像都没有办法把它给拦下来。可是它消息一公布之后，马上美方就开始实施制裁，时间不到12小时。对谁制裁呢？他们发现这一次包括了中方、香港、伊朗这边6家的实体、7个个人实施制裁，因为他们帮忙伊朗来获得弹道飞弹的技术。好，对此呢，基本上除了美国这边很在意因为他们高超音速这边他们还在努力那还有一个很在意是谁？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跟伊朗不好，大家都知道嘛。那这个飞弹呢，高超音速飞弹就是速度很快，以色列就讲啦，现在来犯只要400秒而已耶，所以对他们来说，而且防空系统没办法把它给拦下来，这是何其大的一个国安威胁，必须要努力，必须要好好的来反制它。以色列过往呢，其实他们曾经用 F-16这种大型的军演，然后呢，希望能够以这个打击伊朗的核目标等等。而且呢，这一回这个大型军演呢，还扯上了美国。好，原因是因为呢，说这个美国的空军要帮忙他们空中加油，因为距离比较远嘛，所以呢，到一定的距离的时候，一定要空中加油。传出呢，美方这边会来帮忙，会来介入。而现在呢，过往2015年，因为我们知道伊朗现在跟沙烏地阿拉伯两边恢复邦交了嘛，那过往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其实沙烏地阿拉伯是愿意呢借道给伊朗，让你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不用绕来绕去，可以直接经过我的领空，没有关系。但现在两边和解啦，所以还有这个福利吗？还有这个 favor 吗？他们就想问。而中方现在呢，则是力挺中东地区，大家是不是大和解？他们也开始希望在中东这边有更多的话语权，就即将跟海湾4国，好，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啊、阿曼啊等等，他们要来组一个联合海军。阿联酋这里头是大家比较在意的，好，原因是因为它跟美国比较好，现在说好像也退过美国这一群，要来加入中国这边的势力范围了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在中东这边话语权是不是越来越少？好，你会问为什么会有这些的变化？中方现在其实不是只有经济而已，他们在军事，他们在甚至太空领域发展呢，基本上都是蛮厉害的。今天一个最新的新闻是一箭26星发射成功了，来先带您看看这个画面。这个呢是大陆这边他们在发射卫星，一个火箭里头26颗卫星。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表示在利剑1号遥2运载火箭一次可以送26颗卫星。那基本上呢，现在运送成功了，就是他们一箭多星的这个技术是已经正式成熟了。这个技术能够在卫星
这个技术当然也可以变成是分导核弹头的发射技术啊，所以有可能会转为军事用技术，这个是大家最在意的。而且呢，目前在大陆他们有东风4-1导弹，30分钟就可以打到美国，一样是高超音速，然后呢还有高机动性，它是用车子来搭载的，而且它里头基本上就已经可以携带10枚的分导弹头了，每一个弹头都可以瞄准不同的目标。大家就在讲，那所以呢，现在美方有什么样可以反制？因为呢，他们的高超音速武器还包括了现在呢说已经开始有一个最新的风洞，那这个最新的风洞呢，就是验收通过之后，就表示它可以做更多的高超音速的，包括了设备，包括了武器，包括了飞弹等等，都可以透过这个风洞来做更多的技术研发。好，这一些呢，基本上就是大家会说，现在美国还能够在太空领域跟中方对比吗？美国现在呢，他们要发射一个新的卫星星座，重点就是要来跟踪中方还有俄罗斯的太空威胁。那现在这一组呢，叫做沉默吠叫者人造卫星，能不能起到作用？不知道，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再失败了。现在呢，他们还通过了太空国民警卫队的建立法案，就是要加强所有资源必须要全力投入。回过头来请教将军，怎么样来看？好，现在伊朗他们也有了高超音速飞弹。对，换句话说，这个伊朗在我们讲的就是火箭发动机啊，它的火箭发动机技术突破了，所以才能够推进到这个音速15倍的音速。那它火箭发动机成熟的话，这样以色列比较紧张啊，因为15倍音速的话没办法拦截。这个最新型的爱国者飞弹，改良型的增程型的，最大的速度也只有能够到达7马赫，7倍音速，它是15倍音速。一般的我们爱国者3只到4.2倍音速，最新型的也只有7倍音速，它是15倍音速。所以从这伊朗的首都德黑兰打到那个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它首都，那400秒钟，那个换句话说，只是刹那之间呢，几分钟而已，那么长的距离，因为它15倍音速。所以拦截不到，那这样的话，它的铁穹系统拦截不到。将来我不知道雷射可不可以，因为雷射现在还没有研发成熟，所以雷射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列为可以完全使用。那现在我们看看换过来，我们看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这个一箭26星，中国大陆当时发展的时候是2弹1星了，先发展太空，再发展航空。对，所以中国大陆它的飞机，你看它到现在才出来，B919才刚这个 C919才刚出来嘛，它发展的这个人造卫星，那人造卫星的火箭，它长征系列啊，我们看了在上个礼拜打的那个这个我们讲的神舟上去，神舟16号上去，神舟15号下来，神舟16号上去，总共那是第475次，换句话说，它的稳定度、可靠度成熟了。那这一次打一箭26星，这是微卫星，100公斤以下叫做微卫星，500公斤以下叫小型卫星，它这个全部是微卫星。那显微卫星可以啦，它就一箭26星，这个放到这个轨道，到下一个地方的时候再放到另外一个轨道，一次的话放26颗上去，布放出去，所以变得快。而且知道以前的时候是因为真空管或者是电晶体的时代比较笨重，现在不用了。我们知道以前刚刚出来的手机好大一个，跟砖头一样，现在手机好薄，功能又多，而且它的手机的功能跟电脑一样但是它都那么小。那现在讲微卫星就够了，因为都是芯片。都是晶片，都是半导体取代了，所以它变成一箭26星这样子，它的功能更多，重量更轻，所以它变成一箭26星。表示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很成熟。换过来看这个神舟系列，那不要忘了东风系列，对，那都是火箭，那东风是带的是导弹，这上去洲际弹道非常大，15000公里，换句话说，从大陆的发射可以打到地球任何地方，你往东打往西打都可以达到，了。换句话说，它筹载量够。那我们知道它这个一箭26星呢，筹载的其实不重，只有1500公斤，1.5公吨。那1.5公吨放26颗，因为我刚刚讲都是微卫星，所以问题不多。那同样的，东风系列的这弹道飞弹，它也是可以分导，它可以一弹10星，就是一颗飞弹上去，但是我挂10个弹头，打10个目标，摧毁10个城市，因为这种都是弹道飞弹，都放的是核弹，不会挂这个常备的这种我们讲的高爆的这种弹头，2公吨的炸个大窟窿而已，这个效果不大，所以都是战略的层级。所以它太空移到军事变成战略。来请教委员。
有关于以色列跟伊朗真的是恩怨情仇已久啊。因为以色列就是美国在中东的第1号代理人，曾经呢为了要压制伊朗发展核子武器的能力，以色列的空军啊就曾经轰炸过伊朗的这个核设施啊。那现在可能局势改变了，因为伊朗的防空飞弹进步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伊朗以前是没有能力攻击以色列的。如果今天呢这个真的有到了15马赫。我是有点担心会不会稍微夸大一点？因为现在匕首这个超音速导弹，俄罗斯也才12马赫而已，它到了15马赫，表示它的技术比这个俄罗斯更加厉害了。对于这样的一个能够突穿以色列的防空系统的这种超音速导弹，如果在伊朗手上的话，那对不起啦，以色列就要自求多福啦。因为以前是以色列可以又靠空军去打伊朗，再加上美国用加油机，因为 F-16的作战半径不会超过700公里嘛，所以要加个几次油才到得了。那现在以色列如果会被这个伊朗的这个超高音速导弹威胁的话，那两边就扯平了，就可能谁没办法攻击谁。再加上因为沙特阿拉伯现在跟伊朗和解的关系，所以你要飞越相关国家的领空的话，那以色列的难度就更高了。所以对以色列来讲，是不是要调整跟伊朗和解？那你美国如果不做这样调整的话，那未来可能受损的还是以色列。所以不要想太多哈。中国的太空技术啊，尤其这个是这一次发的一箭啊，26星啊，是用一种商用的一种固体燃料的最大号的运载火箭，叫利剑1号，它特别取个利剑1号，这也是能够做26星。那对于这个东风41啊，对，更不是问题啦，因为东风41的任务相对单纯哈，它要放26颗这个分导弹出去不是问题。大家可能除了说打得远以外啊，打得远的精准度很重要。东风41啊，目前的精准度已经到了圆周100公尺，什么意思啦？就是这种导弹要打总统府的话，不会打到景福门，它的距离是100公尺内的精准度，比美国的民兵啊这种弹道导弹还要来的精准哦。因为民兵弹道导弹是300公尺，换句话说，打总统府有可能打到景福门，但是东风41不会。我们当然不乐见说各国这样竞相的在发展这种高速的武器，但是这种高速武器反而有时候会变成战略上的一个平衡，那平衡反而会使得战争不太容易发生啦。拜登制裁这个中国这几家厂家，我觉得很怪，都是贸易商，也看什么都是贸易商，也就是这几个人是帮伊朗。这几个人怎么可以拿到这么高级的这个所谓的超音速的技术？跟中国拿吗？还是跟俄罗斯拿？还是跟你美国拿？我们也搞不太清楚，怎么会快速的去制裁这些几个无名小主啊？也不是什么华为啦，也不是什么大公司，我觉得很纳闷，好像有点做文章的样子。这样美国会不会这方面呢表现的实在太弱气了一点呢？来请教谢大使。其实，在战争中里面哈，最重要你有没有杀手锏？就是对方拿你这个武器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东风41号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就是这个杀手锏，美国现在无能为力。也就是说，它基本上它那个10颗分导弹都是乘波体的弹头，乘波体弹头它就是变轨的。对。所以美国现在既有的任何的技术无法拦截中风41的任何一个弹头。它如果10颗分导弹分瞄准10个美国城市的话，那这个10个城市就会被毁灭掉。所以呢，如果说任何一方有这样子的武器的话，它就可以确实产生吓阻效果。所以你说美国会冒着东风41攻击的机会来跟中国大陆进行一场决战吗？不可能。那会不会甚至会不会想尽办法避免跟中国产生军事上的一个冲突？当然是会的。所以你说在这个情况之下，东风41的出现是不是已经把美国出兵干预台海的这个可能性，我认为是100%的消除了。因为美国为他一个海外的，也不是盟邦，也不是任何邦交国的一个对象他冒的风险是美国的10个都市被原子弹、中国大陆的核子弹给毁灭。你觉得他会做这么不理性的事情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谈这些主观的其实很多主观的决定都是由客观的实力来决定。这个东风41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字以及美国的有些学者说它叫 game changer，
game changer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工具一出来这个整个游戏的玩法就改变了。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驻纽西兰大使谢文吉。燕莹好，大家好。以及前空军副总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到的是在能源议题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原因就是这2年台湾可能在能源议题上就会面临极大的一个变化。那现在不是只有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美国商会做生意的人最敏感了。他们发布的一个新白皮书呢，就直接讲我们的能源政策叫什么转型落后，甚至冲击到国家安全。好，这件事情非同小可。美国人讲话了，王美花我们的经济部长也马上有所回应，来听听他怎么说我们的能源政策。当台湾再生能源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自主能源增加对韧性是有帮助的。那另外也提到说，那万一如果还不够，那还有没有可能是还有这个核能要去在这个韧性里面讨论的一环？听到他讲核能不对啊，2025不是非核家园，怎么还在讲核能呢？他的讲法是讨论核电的韧性。好，为什么会讲到核能原因是因为你看看我们面对了对岸的封锁有可能会有重大的灾害等等情况，这个是跟韧性，特别是电力韧性有问题。大家开始讲下次怎样都不演了吗？以前的反核神主牌现在都不演了吗？因为确实就在这1-2个月，我们不断的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讲法跟论调。5月28赖清德讲的极端状况，核电是可以备用，好，都讲说备用。然后呢，蔡英文直接讲紧急命令，也就是在很紧急的时候，总统的紧急命令是可以重启核电的所以原来他们原本讲的非核家园，现在开始转向了吗？毕竟因为美国也在说话了吗？因为现在美国呢就开始网络上面有媒体，他们有一个万字专文报道，他们特别派人来到台湾，然后报道我们废核的影响，甚至呢这里头还有直接的在讲说很有可能就像美国商会讲的，会冲击到台湾的能源安全、国家安全等等问题。好，这个必须要讲清楚，因为在这次选举当中，态度拿出来，能源政策是什么？大家必须要好好看一看。另一件事情呢，则是到底我们国家的钓鱼台政策是什么？为什么？因为呢，来看这个人。柯文哲人在日本就跟他谈钓鱼台，但是他的谈法，很多人说怎么会这样讲？他跟 NHK 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表示，对台湾渔民来说，有没有这个钓鱼台？没差啦，哪有差别？我们只是想要去那边捕鱼而已，所以他觉得没有争议的先解决，有争议的以后再处理，不是。这个讲法很奇怪，这个讲法是表示我们只想去钓鱼，但是我们没想到这块土地，那我们是要自己放弃这个主权吗？你要知道，有领土它才会有所谓的经济海域，才有所谓你可以捕鱼的范围。那你一直在讲主权，说让台湾渔民不能捕鱼，这更严重。但是你现在是会变成卖钓鱼台，这个问题难道就不严重吗？侯办这边就发了一个声明了，讲说台湾渔民很清楚这件事情，所以呢不会有人不想要钓鱼台，这必须要知道，能够安全的、自由的捕鱼，基本上领土主权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现在呢，基本上主权领土这件事情，大家说了最危害我们的，或者是大家看起来最兵凶战危的，目前看起来就是跟两岸之间大家都很在意的这么一件事情。两岸要如何来谈？两岸的国安问题要如何来解决？好，现在呢 ，AIT 主席来到台湾来了。那现在国民党立委赖士葆他只是这样讲的，他说了，他觉得现在罗森伯格是为了727的实兵操演来的。为什么？因为727呢，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军演，他觉得罗森伯格就是来督军，因为他现在看到了这一次军演的脚本呢是要夺回机场，他就讲啦，夺回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被占领了嘛。那你想想看，机场都被占领了，是不是表示我们已经在打巷战了呢？是不是现在美国近期来的关注就是台湾之后设定我们就是会打巷战，就是会变成乌克兰第2呢？
美国这边他们讲了说，不用，我们是倡导的台湾和平的重要性。他们坎贝尔讲啊，说因为现在呢，他们感受到了。随着解放军越来跟美军之间的一个逼近啊、迫近啊、互动增加的时候，他担心会增加误判的风险，所以呢，他觉得必须要好好的来了解台海之间大家的状态是不是都一致、都没改变。那中美之间确实必须要好好的了解，因为新的大使谢峰现在呢，第一次来到美中商会这边讲话的时候，他也讲的是台湾问题。他说他认为啦，美中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管控台湾，这是最大的一个风险点了。因为台湾以美谋独和美国鼓噪以台制华，他觉得这是对于台海和平稳定最大的一个威胁。那你会问啊，台海还有谁关心？你会说不会啊，欧洲不是有很多的国会议员都有来到我们台湾吗？他们肯定也很关心我们，不是只有美国而已。但一个最新的民调是，如果美中真的为了台湾爆发冲突的话，竟然现在是有62%的欧洲人认为应该要保持中立，只有23%的人认为，那就应该要站在美国这一边来跟中方做对抗。最新的一个数字，好像数字是中性理性的，如何来解读，如何来判断？真的大家都是我们最坚实的民主盟友吗？回过头来请教委员，怎么样来看美国商会白皮书直接说我们的能源政策危及冲击国家安全？台湾的美国商会基本上就是美国军火商在台湾的代表机构。这个军火商的代表机构，他当然会非常关心到底台湾能不能运转得下去。至于所谓的国家安全、所谓的产业发展、所谓的能源转型落后，不是在2012年之前就跟你讲了吗？可是民进党不是啊，敲锣打鼓，从林义雄到蔡英文到苏贞昌到谢长廷到赖清德，哪一个不是反核大将？哪一个不是把核事说得非常不堪？特别是在夹杂的自由落体那个媒体。整天都在炒作反核，大家都忘了吗？弄得到这全社会里面没有人敢吭声。我印象很深刻，2014年我一个人坚持永核，我认为核事不能废，台湾会出问题。我的车子被攻打啊，人身被威胁啊，我这样都走过来了。可是你们今天才想到什么？原来没有核能，台湾的再生能源不够。台湾本来就再生能源一定不够，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个阳光365天都充裕的一个地区，我们也不是一个风场很完备的地区，我们没有那个天然条件，你再生能源再怎么做，对不起，我不客气少，王美花根本空口说白话，随便一算就知道台湾再生能源绝对不够的嘛。何况你今天还要盖什么半导体厂，这个也要盖，那个也要盖，那每一个厂用电量都非常大。台积电现在光占台湾的用电量13%，马上就要增加到18%呢。你电在哪里？没有啊，连公共汽车要变成电动汽车的时候，要拉电的台电都没办法拉了，这个现实你没有看到吗？早就算给你听。问题是民进党在反核的时候，就靠林义雄一个人在在装神弄鬼，要死要活要绝食啊，才闹成现在的局面啊。如果早就核事早就运转的时候，今天问题都没有啊，而且还可以把台中火力发电厂拆掉好几个机组啊，那为什么不做？那你今天才讲说，哎呀，紧急的时候可以用行政命使用什么总统权力把它恢复啦？那我紧急状况用啊，核电你以为是你家的瓦斯炉啊？说开就开啊？最少光核四要开动也要有2年时间呢。那你平常就要维持个基本运转，怎么现在民进党要转弯的？谎言遮盖不下去了嘛，谎话满嘴嘛，现在开始要改了嘛？哎呀，我们的电力韧性，什么韧性啊？就脆弱性嘛，还讲什么韧性？就台湾的电力供应已经很脆弱，到了威胁整个台湾的产业发展。他们现在才知道谎言遮不住了，开始要转弯，转得太慢了啦。好，那再来柯文哲的这个钓鱼台我是觉得民进党的党团今天用林静怡出来批判说，这个柯文哲放弃钓鱼台主权。那侯友宜的办公室，侯友宜本人是没有讲，我办公室也出来讲。我个人认为柯文哲讲这个话也并没有错误，没有什么好挑剔的。第一个，要争钓鱼台的主权没有错啊。那请问你一下，历届总统谁派军舰或者派海巡船到钓鱼台旁边去驻点？只有解放军啊。我们台湾的没有个军队，没有一个海巡船，任何一个到钓鱼台方面去表达我们这是我们的主权啊。哪一个总统干过这个事？没有啊。那好，你现在政治来喊一喊说，钓鱼台是我们主权。以前还有几个议员呢，会搭个渔船，希望表示一下。现在有吗？也没有啦。那李登辉还出来说，那不是我们的，民进党敢去骂李登辉吗？
还是国民党在骂啊？所以政治呢，不要伤人嘴巴。那这个柯文哲讲的话是说，主权的正义啊，我们现在要不到啊，我们是不是暂时搁一下，让台湾的渔民能够捕鱼比较优先？他讲的也没错啊，台湾的渔民当然关心我们明天能不能捕到鱼啊。那你主权的东西，你伟大领纳税人薪水的政治人物都解决不了，你要我渔民去关心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我是觉得去批判柯文哲放弃主权跟原意差很多。侯友宜办公室这边也要注意一下，人家只要批评你侯友宜什么时候关心过钓鱼台？你不是很难看吗？你骂你民进党的时候，怎么林建仪啊、蔡英文、赖清德什么时候讲过钓鱼台是我们的主权啊？没有啊。所以我不晓得民进党、国民党在干什么，对不对？不管国民党执政、民进党执政了，都做不了这个事情。你倒过来现在骂柯文哲，到时候回力镖打到自己脸上是很难看的啦。是。好，我们要请教一下介大使，你怎么样来看？好，原因是因为主权之外，其实更多人想知道就是 AIT 主席罗森伯格这一次来，好，赖士葆他提到的这件事情，就是他是来督军的，因为我们脚本就是要夺回机场，你怎么样来看？对，要看罗森伯格他会待多久啦，对不对？那他来又说他就是说来面试嘛，3党的这总统候选人，他也都陆续在看嘛。所以我觉得美国 AIT 主席在这个台湾敏感政治时刻啊，来做这样高调的事情啊，那不得不让人怀疑他是彰显美国对台湾的主导性跟控制性。那这个就是向国际社会发一个讯息，主要发给对岸，他说台湾是听我的。你看他们这个好像选总统的都要先要过我这一关呐，这个过去好像 AIT 没这样做过。那所以美国把台湾当做一个工具啊，基本上在中国大陆面前啊，它舞来舞去啊，所以台湾就是美国的工具啊。从这一次这个美国的罗森伯格这个做法就可以看得出来。不过我觉得台湾现在就是说整个社会缺乏自尊跟尊严啊，把罗森伯格讲的是什么美国大员一样在台湾可以这样子高调的进出这些重要政府机关他说实话，他不是官员的。你知道 AIT 是美国民间协会我们在台湾也可以成立一个机构叫 AIT 就是人民团体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到台湾来这么高调，这个还要把他有很多报道说美国官员他根本不具官员身份在台湾可以这样的高调嚣张所以把台湾当枪使啦，就是主要是在中国大陆那边要炫耀说，你看我随便派一个这个阿猫阿狗来，你看台湾把它当作这3党候选人都怎么样排队这就表示我们要反省检讨。民进党每天讲的尊严何在我们现在没有，我们做出没有尊严的事，我们自己都不觉得了，还觉得很了不起真的，罗森伯格不是美国官员，就是一个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而已而且真正的日常事务也不是他在负责，所以我觉得蛮可悲的啦另外一方面就是台湾的这个今天的电力它的供应的这个结构跟各位报告一下现在到目前为止最新的资料，我们的用燃煤火力发电，在我们今天的电的一共42.07%，其他第2大是我们靠燃气，就天然气，我还是占我们现在供电的38.81%，所以这2个还是主力。什么非核家园叫了到这么多，你知道核能占我们今天占我们的发电还占多少？8.24%。那当然核1、核2厂已经相继除役，核3厂也要除役啦，对，明年5月跟7月相对除役。那8.24的这个核能发电现在找什么来空缺？人家问的是这个问题那今天那个龚明鑫还在那边大叫说，我们现在这个再生能源已经接近30%，他是把核能也当作再生能源，是不是？要不然的话，基本上我们再生能源只占我们的整发电量8.27%，哪来30%？他说还会增加，是不是他已经预料了核4要加入我们供电的行列？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基本上今天我们看这些问题要把数字讲得很清楚。你那个核3除以后那个8.24那个插电要谁来取代？无法取代，因为你的基本上你的风电也好，光电也好，现在已经把台湾的这个土地跟海岸搞得一塌糊涂了。你那个台南那个88枪打的是什么？就是争那个什么光伏的这个光伏厂。你把很多这些良田、很多这些绿地你都给它砍掉了，来种电。
你把全台湾都搞成都是那个光伏发电也不够啊，对不对？另外一方面，你这什么电力结构啊？过去一下我们这个天然气，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它是什么？液化天然气它涨了4倍，台湾就不会涨4倍吗？我请问一下，那最后谁在出这个钱？最后还是纳税人的钱呢、台电公司，你把账务拿出来看一下，他今天赔了多少钱？靠你民进党在那边补贴，基本上还是我们人民在付钱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商讲出来他敢讲话，其他都不敢讲话，就让王美花这边胡说八道。什么叫韧性？解释一下什么叫韧性？他是讲不出来。他是有史以来中华民国最没有知识、最没有能力的一个经济部长。你看他讲话就知道了。今天搞成这样的发电结构，他要负完全责任。是，来，请教总司令。钓鱼台当然是属于我们的。我以前当少校飞行官的时候，到钓鱼台2次飞行去侦查征兆。钓鱼台距离我们基隆只有190公里，很近呢。距离日本远，距离中国大陆远，距离台湾最近。因为台湾你从这个花瓶屿，再来棉花屿，再来就是彭佳屿。彭佳屿过去就是钓鱼台，它如果把海水抽干的话，那个钓鱼台是跟台湾连在一起的。所以它在东经123度，然后北纬26度。就在我们台湾隔壁嘛，那是我们台湾，而且它的渔业非常丰富。你看苏澳的渔民基隆渔民就到钓鱼台海域去捕鱼，没有主权就没有渔权那不是你的。所以这个经济海域，当然这个钓鱼台是属于台湾的嘛。那我们怎么可以说把钓鱼台拱手让人？而且不要忘，钓鱼台的水底下面海底下面抽干，它里面下面蕴藏1000亿桶石油。你看我们台湾今天6月8号，我们全台湾2300多万人用的石油200万桶，你1000亿桶可以用136年。那我们台湾有这个钓鱼台这个油够了，它还包括了200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在下面，在海底下面，这是蕴藏非常丰富所以钓鱼台怎么可以拱手让人家？这是我们台湾的宝怎么可以呢？距离我们又那么近，当然要主持钓鱼台是我们的这从历史上结构，你从地理上的结构来看，那绝对是台湾那没有错的。你把海水抽干就知道，它跟台湾是连在一起的。它是火山地形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大屯火山，它的海底山脉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知道有板块，我们是台湾大陆板块、冲绳板块，还有菲律宾板块撞击在台湾嘛，那它板块跟我们是连在一起的。再次一点，我们看的就是打巷战的问题，就是讲桃园机场。这个桃园机场你要去恢复要去收复这个基地很困难。你要原则上先固守，不是要固守，不要失去，失去要去收复很难。怎么可以失去呢？我怎么可以失去？而且不要在台湾打巷战。我们看我们台湾2/3是丘陵山脉，1/3在这个地方。我们台湾跟乌克兰我们看乌克兰的平地人口的密度跟我们台湾平地人口密度我们比一下，我们台湾平地人口的密度是乌克兰的30倍。人口密度非常高，那怎么适合打巷战？怎么适合打城镇战？怎么适合打这个平原上面的这种野战？不适合，因为台湾人口密度太高，而且台湾没有陆上补给线，因为台湾四周环海，所以更不适合打城镇战。所以我们整个的战略构想不要错误，你做错误的话，那打死的所有的炸弹、所有的炮弹、所有的炸弹、所有的飞弹、所有的火箭弹，通通在台湾爆炸。开玩笑，我们密度那么高，炸的是自己。那你赢了也是输了嘛？你怎么可以在这个台湾打？整个战略构想要推出，把这个战火移出台湾。在台海决战，在福建决战，你越远越好嘛？怎么可以在台湾决战？战略思想绝对不要错误。战略思想如果错误，战略构想如果错误，那你再好的战术都是没有用的，只会造自己更大的伤害。是，好，我们等等广告回来呢，就来讲一下，现在美中之间他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战略思考。